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是神，他会把资源分配给谁？会把丰盛给予了谁？以前的我觉得就是要靠运气啊，练习吸引力法则，养成心想事成的超能力。但如果要再更清晰地对齐这份能量，我开始在想，那我们该如何成为那个被选中的人？而我的察觉是发愿，因为看到很多成就者或者是菩萨的故事，让我觉得发愿的力量是很大的。基于这个灵感，我与艾菲老师来到峨眉山一个海拔3000公尺的道场，来场身体力行，连接这个普贤菩萨行愿的意义。我们透过这场身体的劳动，去挖掘意识里真正的卡点。你看看这个雪，它在告诉我们要见到金顶，要上到金顶。其实我们要先学会不放弃。虽然高山症让我们的呼吸变得很沉重，让我们的头很痛，但是每一次调整呼吸都是在清理内在的杂讯，让我们的灵魂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承载更大的愿力。你在爬坡最累的那一刻啊，脑袋里面出现的第一个觉察是什么啊？我头好痛，然后身体很沉。对，因为其实在我们西塔疗愈的过程里面，或者是日常的觉察里面，我们会常常说，身体就是我们潜意识的显示器，是镜子。当我们在爬那个山，感到很胸闷、很想放弃的时候，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它就很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吗？遇到的那些不同的，比如说财务啊、人际啊、关系上面的压力以及瓶颈时候，会带给我们的窒息感。而这座山的高度从来就不是考验，它其实是在帮我们过滤掉那些不属于当下的杂念。当你真的开始爬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只能专注在当下，专注在那个呼吸里面。回到生活中来说的话，如果你现在觉得生命很累，工作得很烦，遇到了好多不顺心、很多瓶颈的事情，其实你可以试着像我们现在在爬山一样，什么都不要去想，只专注在那下一个脚步、下一个呼吸当中。我想，这其实就是最简单的能量清理了。一路上，每当我用恭敬的心念一次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，走一步台阶，身边经过的人给了我回应，小姐姐很虔诚，我祝福你。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是能量的传递，在他人祝福中让我感到温暖，看见了奇迹。那就是发愿的力量，不只是我求菩萨，而是我们在众生中互相给予。我常在想，三大菩萨观音、普贤、文殊，就是我们做人的3要素。观音菩萨教会我们慈悲，对他人要善良；文殊菩萨教我们智慧，要有独立的思考；而普贤菩萨教我们德行，就是大德加上行动。你们看，这位韦陀菩萨的降魔杵是平放着的。其实这个降魔杵它是有意义的，这其实是古时候寺庙的潜规则。如果你在一座寺庙的门口看见韦陀菩萨是拿着平放着的降魔杵，那就代表着他很欢迎各地的行者来这里吃饭住宿，就代表着欢迎挂单的意思。其实这就呼应了普贤菩萨的大行。常在说丰盛其实是建立在广结善缘跟大方给予之上的。这个就是一种开放性的能量场。就像当一个创业者，如果你的降魔杵是直立着，你是立在你的身旁的，是有一个防卫心很重，怕被学习，怕人家去跟你竞争的那种心态的话，其实能量是进不来的。而来到了普贤菩萨的道场，他的大行教会我们的是，丰盛的第一步其实就是主动与人连结。你今天为别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方便，
这就是你的降魔杵有没有平放，有没有打开你能量场的真相。小天，请问拜普贤菩萨通常是祈求什么？愿力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去拜神或是佛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我希望发大财，或是我希望身体健康。但是其实我们认真的去思考一下，希望这两个字它其实是有匮乏的意思。如果你把它换成我感谢我拥有的丰盛，当你的字句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获得会不一样。那普贤菩萨他就会是愿力，比方说愿众生平安喜乐，因为你也是众生的一份子，那一个平安喜乐就会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学习去庙宇里面连接这个能量的时候，发大愿。你发大愿的时候，我觉得宇宙的所有众生都会帮助你，可以试试看。华藏世界的名字来自华严经，在华严的世界里，最震撼我的一句话就是普贤菩萨说的：“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”身为经营者，我们常担心资源会用完，市场会变小，但普贤菩萨教会我们的是，愿力才是唯一无限的资源。当你发的愿是为了家人、团队、众生，为了更大的善循环，你就不再是那个讨要资源的人，你就是创造资源的愿力本身。踏进了万年寺，心境瞬间慢了下来。这座在明朝受过皇帝御赐的皇家佛寺，连空气都带着一种厚重的守护感。我看着这座雄伟的无量砖殿，古人为了保护普贤菩萨，动用了整个国家的资源与智慧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当年的万历皇帝在这里为母亲祈祷祝寿，其实就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能量交换。他用皇家的丰盛换取一份生命的平安。在这里抄经发愿，我也在跟自己交换，心里却浮现了一个很简单的念头：其实你本身就是愿的本身。发愿其实也不一定要很宏大，它可以很微观。比如我的发愿，天下人一日三餐都能喜悦饱足。那当我在吃饭的当下，我对其自己的喜悦，我细细品味这每一个食物，同时在心里祈祷众生也能获得这份给予。那一刻，好好吃饭，就是在执行愿力。当你对齐了自己，其实也就是对齐了善的循环。愿望落地的秘诀，不是在于你求了什么，你许了什么，而是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。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分享给我们的，行动并不在远方，而是在你对待每一个当下的那一念之间。当你不再是许愿向外所求，而是发愿向内连结，它可以很简单，这些愿每天都在你的意识里面。当你有了这些愿，全宇宙都会来帮你。上一秒白茫茫，下一秒普贤菩萨的金身就显现了。在这个自然面前，我们是如此的渺小。在金顶看云海，其实就是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交汇。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的行动，爬上山来，而我们不能控制的是这份因缘，这个天气。
我们如果可以进入到无我的状态，我想这才是体验这场人间游戏的最佳方式。看着日出，也许我们已经可以再一次的发愿。